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没想到碰瓷这种卑劣的行为也会被职业化，而且有人一做就是10年。天津杜大妈就是这样一位碰瓷王，10年间靠碰瓷养家糊口，甚至还带上儿子儿媳一起碰。那么杜大妈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？她最后的结局又如何？杜大妈出生于天津一户普通工人家庭，父母老实本分，仅靠着微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。从小在贫困线上长大的杜大妈深知肚子挨饿的滋味，因此希望早日摆脱这种食不果腹的日子。高中毕业后，杜大妈选择加入部队，在那里她不用再为生计发愁。在部队生活的岁月里，杜大妈遇到了她的丈夫，两人相识没多久就组建家庭。可惜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结婚没多久丈夫就得了重病，两人不得不选择退伍。杜大妈带着生病的丈夫回到家乡天津后，没过多久丈夫就去世了，留下她与儿子相依为命。为了养活儿子，身无一技之长的杜大妈只能到处打零工，勉强维持着两人的生活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穷则生变。身处困境的杜大妈一心想要改善家庭经济状况，但她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。一次偶然，杜大妈在报纸上看到一则老人利用碰瓷骗取钱财，并且获利颇丰的信息，这让她兴奋不已。她心想，凭借自身年纪大、身患慢性病的优势，再加上炸裂的演技，应该能胜任这份工作。于是，她开启了碰瓷的职业生涯。那时时逢春节假期，杜大妈买了一盒汤圆回家。第二天，她却拿着吃剩的汤圆，跑到卖汤圆的商铺前，大声叫嚷汤圆有问题，要求商家赔偿。无奈之下，商户为了息事宁人，便支付了一笔赔偿金。初尝甜头的杜大妈沾沾自喜，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做碰瓷的料，更加深信碰瓷能发家致富，甚至美其名曰，称其为打假行为替民申冤。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，杜大妈规划出碰瓷的重点目标：餐馆和大卖场。对于餐饮业，她当场怒骂食品有问题，要求赔偿；而对于大卖场的策略，则是指明货品有问题，不赔偿就上告检察机构。为了让碰瓷的表演更真实，杜大妈还让儿子儿媳一起参与。儿子主要配合杜大妈的表演，打好感情牌，博取围观者同情；而儿媳则是当好小助手，为杜大妈把风、递器材。就这样，三人齐心协力，在各大商铺间上演着一场场碰瓷场景。曾有一次，杜大妈一家3人进入一家饭店晚餐，原本餐馆提供的正宗牛肉，但杜大妈却说菜品里掺了其他肉，而一旁的儿子和儿媳一起助阵。眼看事情越闹越大，为了不影响餐饮生意，店家被迫赔偿700元，才把杜大妈一家打发走。可谁知第二天杜大妈再次来闹事，不得已，老板只能再赔偿300元了事。还有一次，杜大妈盯上了一家超市大卖场，她买了一款商品，特地开好了发票。次日，她和儿子一起把打开过的商品退还商家，并指责商品有问题，逼着商家赔偿5000元。一旁的儿子也配合着表演，诉说他们一家赚钱不容易，希望商家赔偿。结果商家只能选择妥协让步。由于杜大妈在餐馆和超市大卖场的碰瓷，大多数都能得逞，偶尔有几次报警，她也会在警局倚老卖老，不依不饶，警方也奈何不了她。于是更助长了杜大妈碰瓷的嚣张气焰，她的业务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展，甚至走在路边也能表演一场碰瓷。一天，杜大妈走在施工路段上，故意摔倒，她便以路面不平导致她摔倒，讹上了承包路段的环卫部门。起初环卫所不答应杜大妈的赔偿条件，可是架不住杜大妈3天2头的闹腾，甚至杜大妈还搬到了办公室住，弄得办公室乌烟瘴气。没办法，为了息事宁人，环卫所只能支付赔偿13000元。就这样，杜大妈凭借着年龄、性别、疾病，在碰瓷行业里混得风生水起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俗话说，天狂有雨，人狂有祸。杜大妈的劣迹早已在天津城传遍，
引起商家们的公愤。几乎所有商家都视其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对其退避三舍，甚至有的商家还在店内张挂起了他的画像，以防他再次登门。除此之外，天津市民们也对杜大妈的行为嗤之以鼻，尽管对她的遭遇和疾病心生怜悯，但对她卑鄙的碰瓷行为感到十分愤怒。然而杜大妈却不以为意，仍旧我行我素。一天，杜大妈打车来到一家大型超市，她谎称自己行动不便，请司机下车帮忙买一盒肉罐头。随后，杜大妈拿着肉罐头和小票找上了商家，说是罐头不新鲜，要求赔偿。凭借多年的碰瓷经验，杜大妈认为这次也能讹上一大笔。殊不知这家超市负责人早已看穿杜大妈的伎俩，不仅不给予她无理的赔偿，还将她交由警方处理。面对此次出手失利，杜大妈先是装病求饶，见此招无用，便又吹嘘自己是打假英雄。彼时正好赶上全国举行严厉打击恶霸分子。由于杜大妈多次出入警察局，故此次警方坚持一查到底，毫不退让。经过数月仔细调查，杜大妈涉嫌碰瓷的商家高达351户，骗取赔偿金额达数十万元。最终在证据面前，杜大妈被判7年。考虑到她疾病缠身，在养老院监外执行。判决当天，天津商户们纷纷在发朋友圈感叹道：“正义虽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”杜大妈落此下场，纯属咎由自取。她本可以凭借双手打工赚钱，但她却用这种卑劣的碰瓷行为骗取钱财，不仅毁了自己，也害了家人。而杜大妈的案件也时刻警醒我们，法律保护的是遵纪守法者，而无关年龄、身份。法不能向不法低头，善不能向罪恶让步。如此，我们才能共同创建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。